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等一下嘛，再次嘛，大家好，大接入。大家好，欢迎回到麻雀啾啾，我是蓝颜，我是颖轩。好，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今天要来聊关于金门的防疫新生活。首先呢，金门关于防疫最特别的是什么？现在我们金门的学生啊，不管是学生还是居民，你只要来金门的，你都要快筛。就是如果你可以在台湾先筛，但是如果台湾没有筛的话，你来金门还是要筛。所以建议的话是在台湾的机场赶快筛一筛。没有错，金门快筛真的要等半个小时，因为超久。因为长痛不如短痛，因为那个真的是剧痛。我跟你讲，剧痛。这边有戳2次的人。没有错，就是我，而且我金门的被戳过，台湾的也被戳过。我告诉你，不要在金门戳。是哪一边的技术比较好？金门的技术真的有点哀怨，你知道吗？他戳一戳会转一转，台湾的不会转吗？不会，他说来一个3，然后就好了，没了。转一转，舔一舔，泡痛。金门，我在金门的也是，我原本以为只是你知道，就是稍微放进去，但其实它是放进去，然后再往里面戳，然后再转，然后我想说不行，我要冷静，我这个不能哭，我绝对不能哭，然后我就很可怜，然后我就戳，好谢谢，然后就赶快走了。很想到厕所哭呢，那个真的是剧痛，还可以吃到自己鼻子的味道。哦，所以你鼻子是什么味道？你要吃吗？好啦，就是鼻子的味道。你平常鼻涕倒流的那个感觉，你就一直尝到你的那个嘴巴里面有那种就是鼻子的味道，好吗？好恶心啊！但是有人想说会不会打完疫苗之后就可以不用快筛？但其实不是哦，是因为防疫的问题，因为还是要安全为主，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啊！好，不是啊，反正就是为了保险起见，不管有没有打疫苗，你都要筛。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打了，我是上什么时候了？9月28教师节当天打的。那你是？我是7月27吧，27左右打的。你是打什么 ？AZ。我也是 AZ。我是 BNT。你是 BNT？ 对啊，我以为你是 AZ 耶。那副作用有没有不一样？其实我今天是打完第几天？第3天。我其实只有昨天有点低烧，然后手有点肿，没有肿，但是就是酸，很像你做完重训之后，然后隔天那种酸痛的感觉。所以你有做过重训吗？没有啊，不好意思。但是我之前打排球现在没有打了，因为身体已经负荷不了了啊，因为已经老了。还是因为要戴口罩打排球，所以？那个其实也是之前我们暑假的时候，有人因为没有戴口罩打排球，球场就被封起来了哟。大家还是要注意好不好？不要因为贪玩，然后害大家都不能打球。就是在讲你，你要讲谁？没有啦，不要攻击听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为什么？就是疫苗在很难排的时候，暑假疫苗很难排嘛，但是他已经打到了，是为什么呢？阿姨想当年没有七月底的时候呢，突然收到通知，我还以为政府效率好快哦，一下就收到那个要打疫苗的通知了，然后我就很兴奋的跑去找我妹说，你也差不多也快轮到了吧，反正我们差不多天预约的，结果我妹说才没有，我还要等超级久。然后后来我发现，原来不是因为政府随机抽选，而是因为我是第9类。第9类，你有什么重大疾病？对，第9类，我就去查什么是第9类，他就说有什么罕见疾病啊，或者重大伤病患者才会被归类在第9类。我想说，天哪，原来我得了绝症是吗？所以我就糖尿病没有，我不知道。所以我那天就去打疫苗，然后发现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老的。然后会有人陪同，有什么50几岁60几岁，好可怜哦。对，大家都超老，然后好像我不知道我走错棚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过去，然后那个医生就问我说：“请问你有什么重大伤病吗？”我就说：“我不知道。”他说：“那你有什么？那你应该是风湿性关节炎吗？”我说：“我不知道。你之前有去看医生吗？”有啊，那应该就是了。我说可是，对，就是还要请去那边打针，然后就整个很困惑，然后大家都是老，然后比较像我一样年轻的都是陪同者，所以我就莫名其妙打了疫苗，然后就回家了。然后我等到我好像早上打疫苗吧，然后我等到11点了，我那个副作用还没有来，我超级紧张的，因为我听说身体
越差的人越没有症状。我就想说，天哪，难道我真的是第9类？我真的很严重的隐疾，然后我不知道，然后我还没有副作用，然后还好等到12点 ，yes， 我发烧了，所以我就吃一颗普拿疼，隔天就活起来了，没事，完全没事，这样。不行，不能工伤哦。他吃了 B 好，我吃了 B 拿疼，止痛药、谢谢退烧止痛药，而且我告诉你，打完疫苗那天晚上建议带冰枕什么的，这样睡觉很舒服，因为你会全身发冷，但你头是烧起来的，所以你就棉被裹好，然后呢，头睡冰枕，然后就觉得啊天哪，好舒服哦，头冰冰的，然后身体很温暖，这样。其实我打完的时候蛮紧张的，要打之前蛮紧张的，因为我不知道 BNT 的副作用是什么，可是因为看 AZ 都是发烧很久，然后又全身酸痛。可是我现在因为要上课又要上班，我就想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去烧啊，所以就很紧张。但还是要打吧，这个个人健康的问题，我也不想就这样离开了，所以我还是去打了。但是还好 BNT 的副作用没有很严重，但还是在看啦，今天第3天了，应该会慢慢不酸痛。那你那个快来了吗？什么那个？每个月都会来的、来了，今天已经来了。我告诉你，那个来的话，加上疫苗的副作用会很严重，非常严重。可是还好吧，我已经第3天了。真的吗？你都没事？我没事啊。我眼睛进睫毛了。我还要再补充我的副作用，关于我那个来的事情。因为我第1天吃完药，然后就没事，我隔天没有像大家一样死在沙发上，还死在床上，我就跟往常一样。然后结果第3天我那个来的所有的症状，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全部都出现在我身上。那时候好像大概下午3、4点吧，那个时候差不多来那个时间来，然后我就突然就倒了，我以为我要死掉，我真的以为我要死了，我还打电话用 LINE 告诉我妈说，妈，我快死掉了，快来救我。结果妈妈没有连到我。然后我妈说我在1楼，你为什么不要直接叫我就好了？然后因为我在3楼，她在1楼，所以我妈就急急忙忙上来，然后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不舒服，我要死掉了。然后我妈说哦，你为什么不早点讲？我刚在楼下可以先拿药，所以她就去楼下，然后去拿 B 拿疼上来，然后就吃了1颗，躺了2个小时。晚上6点我就起来了，跟我妈说妈，我肚子饿了，晚餐吃什么？然后我妈说你不是病倒了吗？我说我没事啦，我要吃晚餐。起死回生。对，然后所以后来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如果你打 AZ， 如果你是50岁以上，或是你有可能是第9类，你的症状可能会不明显，或甚至没有。像我爸他就完全没事，他隔天还正常上班。然后我妈就倒了1整天，然后我爸的便当还乱做一通，全部都是洋葱，然后还有水，超恶心啊！因为那也是我的中餐，超难吃的。没有叫你骂妈妈呢，妈妈有听到了吗？所以你是这样讲你的哟？没有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妈自己也知道啊，因为她自己的中餐也整盘都是洋葱，所以她应该也知道自己脑袋有点烧坏了这样。洋葱可以杀菌吗？生的洋葱？哦，那是煮熟的，煮熟水水的。你不觉得洋葱可以杀菌，很像以前那种黑死病还是什么？不是吃蒜头吗？是蒜头吗？我记得蒜头，我记得那个我们差一家那个老爸他都吃那个烤蒜头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烤蒜头很好吃啊，想吃香肠，高粱香肠，然后配生的蒜头，配蒜头。我们为什么要聊到蒜头？还有香肠，杀菌啊，还有什么、啊？我们要讲那个金门的那个施打，那时候大家都还在登记，就是年轻人还在排队，然后要等登记的时候，金门就有发公告说，只要涉及金门，然后18岁以上的学生就可以免费施打。要涉及吗？还是不用涉及？要涉及金门，好像要涉及吧？还是在金门读书都可以啊？因为我记得境外生也可以，他说境外生也可以施打，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的。是还不错，但那时候我早就打了。我那时候还没有打，可是我也是预约的，我没有。你有预约，然后你没有收到通知要打？有啊，是有啊，可是不是跟县政府好像没有关系。哦，单纯排到了。对，远距教学，我超喜欢远距教学的。如果没有报告的话，我觉得还不错，有报告也还不错啊。对啊，我家那时候因为你施工了半年吧，他那时候很可怜，因为他老师我一讲话，老师就叫我关麦。我那时候是窗边有鸟叫声，
那很好啊，你至少不是钻头的声音吧？朗读课文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欣赏到这个很美妙的声音。那是我语速最快的时候，我想赶快念完，因为我不知道他隔壁工人什么时候会拿起他的砖头开始钻墙壁这样子，超可怕的。可是我们现在从9月几号？9月底开始又恢复实体上课，我是觉得感觉应该要在远距离下比较保险。可是实体有时候就有一种想跟同学讲话的冲动。对啊，是蛮陌生的，突然又要上课，而且老师好像也没什么变呢，老师会一直叫我们闭嘴，安静，同学，你们不要一直在那边传播病毒。谁啊？我没有说我们是什么系的，应该没有关系吧？没有关系吧？我们是金门大学的学生，我们是英音系的。啊，原来蓝颜是英音系的吗？林轩也是英音系的。因为人太多了，因为教室还是要采棉花座，但是显然教室永远塞不下那些学生。真的，这样直接坐在要贴不要坐的位置上，我心里都是蛮不安的。你在不安什么？他说请勿坐啊，就是不要坐。你都不知道那个某一间教室哦，他请勿坐贴好贴满，然后那椅子上面也说那个坏掉不能坐。你知道要我们坐哪里？椅子坏掉，他其实不用贴就已经开始可以梅花座了，因为几乎每一张椅子都坏掉，真的，一整排就一张椅子是好的，不知道怎么办呢？以上言论没有影射任何教室。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我们下集是要讲关于金门鬼故事特辑，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投稿至以下信箱，告诉我们关于金门的一些鬼故事，然后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顺带一提，蓝颜蛮怕鬼的，期待一下咯。啵啵，拜拜。